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。今天分享一款家常小馒头。制作馒头的材料比较少，也没有什么可讲的。那今天就多分享一点经验，希望大家借助这些经验，能在家里做出更香、更软、更好吃的馒头。首先把面团准备好，500克的中筋面粉，加入4克的酵母粉。如果是冬天，就适当的再增加2到3克。接着加入10克的糖，有助于醒发。用牛奶来和面，做出来的馒头有一股清淡的奶香味儿，用量大概是300克左右。如果是用水来和面也可以，做出来的馒头没有太大区别。水比牛奶要稀很多，所以用水量要适当的减少10到20克。用牛奶来和面有一股清淡的奶香味儿，小朋友可能比较喜欢。做馒头用水量不是很多，面团会比较硬一些。和成一个面团之后，就盖上一张潮湿的笼布，放在一旁松弛30分钟，方便下一步的操作。松弛30分钟以后，面团就变得比较软了。这个时候取出来，把面团揉光滑。做馒头的材料比较少，接下来就分享一些做馒头的经验，希望大家借助这些经验做出更好吃的馒头。首先做馒头，面团一定要多揉，多揉做出来的馒头有嚼劲，才会越香。如果感觉手揉起来特别费力气，可以借助擀面杖或者是和面机，最起码要把面团揉到用手摸上去很光滑。之前没有和面机的时候人们都是怎么去揉面？周星驰的电影《功夫》里面有一个玩棍子的高手，他在墙上掏了一个洞，用一个很长的棍子借助杠杆的原理去揉面。那个时候没有和面机，都是这么去揉，所以叫杠子头馒头。视频中大概揉了是7、8分钟吧，面团看上去已经很光滑了，然后在案板上撒上少许的干面粉，取来擀面杖，接下来接着制作。第二个问题就是大家在蒸馒头的时候可能会遇到，蒸好的馒头回缩的特别厉害，蒸好以后回缩的又小又硬，特别的难吃。这个问题跟月份是有关系的。如果我们用新下来的小麦磨成的面粉做馒头，2个月之内的新面粉很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。全国的面粉一般是5到6月份开始回收，大家可以回想一下，是不是出现馒头回缩这个问题，基本上是在下半年。不过现在还好一些，毕竟很多的面粉厂收完小麦之后是2到3个月之后才开始磨面粉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蒸出来的馒头发黄，这个问题就比较简单了。在选择面粉的时候看好标注，选择特精粉就可以。最近面粉的价格稍微便宜点的，17、18块钱一袋10斤装，一般的20多块钱左右10斤装。个人感觉选择20块钱左右的就可以了。这种面粉一般老百姓买回去都是做包子、馒头之类的。简单的总结一下，就是面团要多揉，尽量避开3个月之内的新面粉来做发面的食物。面粉选择特精粉，做出来的馒头更白。松弛好的面团揉光滑以后，用擀面杖擀开，中间刷上清水，然后卷起来，用刀切成小馒头。把馒头放在盖垫上或者是篦子上，盖上一张潮湿的笼布，醒发馒头。醒发馒头不需要体积膨胀的特别大，这里有一个判断的小窍门，就是醒发的体积不用太大，属于半发的状态，用手轻轻的按一下，快速回弹就是醒发好了。我们这边吃馒头讲究的是劲道，醒发的馒头太大太软反而不好吃。视频中有点不太好分辨，大家在制作的时候注意这一点细节就好。接着取来蒸锅，把馒头放进去，记着篦子上铺上一层笼布。蒸馒头大家一定要记好，先把水烧开，然后再把放有馒头的篦子蹲在上面，或者是把馒头放进去，然后大火蒸20分钟左右。20分钟左右馒头就蒸熟了，然后再关火焖2分钟，就可以把馒头取出来了。一般像这种圆圆胖胖的蒸锅侧面都会有出气孔，这样水蒸气就不会滴在馒头上，做出来的馒头就比较光滑。大家在做馒头的时候，结合这几点经验，保证做出来的馒头非常的香，比买来的还好吃。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，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可以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
这种馒头又暄软又有嚼劲，右手一攥还能快速的回弹，用牛奶来和面，淡淡的奶香味儿，吃起来特别的好吃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这期小馒头的制作方法就分享到这里了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